好，持續來關心到是伊朗1打2現在逆轉的戰局。我們今天也來看到這種是等於是戰術教科書等級的一個行動哈，一次曝光，包括了美軍 F-35落點也全面的揭曉，低成本戰加去中心化的這一些伊朗戰術是打破了美軍神話。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我們來看到這一場戰爭打到現在，大家會形容它是什麼？就是一個窮國打爆了所謂的美國超級強權，尤其是美國。再加上以色列可以說是全球最強、最富有的軍事聯盟，但是這一次呢，對上的是資源受限而且受到制裁的伊朗。我們來看到的是，不僅沒有把伊朗打垮，甚至還出現了史上第一次發生的事情 ：F-35逆中的戰機直接被擊中了，那麼是顛覆了軍事專家原本的所有想象。靠的是什麼呢？現在說不是只是伊朗變強而已，而是戰爭規則也被正在改寫，靠的就是不對稱的作戰。一共是3大點，今天我們會請將軍還有老師一起來做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包括透過飽和攻擊哦，還有透過去中心化馬賽克式的防禦跟低成本高殺傷的武器。我們先來看到飽和攻擊，這一次伊朗搭配的無人機跟飛彈多波的連續攻擊，是讓美國跟以色列疲於奔命，當然了，攔截率就會因此下降，尤其是成本差太多了，無人機數萬美元的價格，但是攔截飛彈的這一些武器要數百萬美元吶。再來就是去中心化、多節點的這種分散的作戰也奏效了。最後是低成本、高殺傷的武器，包括了這些自殺無人機跟他們的新型自殺無人機這一款叫做雷茲1。低成本讓美軍是非常的頭痛的。再來，它還有急速的彈頭，造成了戰爭是以這種降雨式的方式來做打擊。再來就是武器都很便宜，殺傷力也不大，但是加總起來卻可以致命的。戰場上面的效果，我們也看到了，導彈擊中的這個命中率一直在提升，現在已經達到數倍了。以色列的攔截系統則是開始非常的感到疲憊，美軍海空資產都持續的遭到消耗，而且持續的燒錢。對於川普來說，壓力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也特別來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伊朗的這些低成本打的這些美以的高成本體系。目前來看起來，伊朗整體的戰術最強的部分又是哪裡？接下來其他國家會不會也學習複製伊朗的這一套，來未來對付美軍？酈將軍怎麼看？來，第一個我們看飽和攻擊哦，伊朗這次很明顯的，它所謂飽和攻擊，它用的是低價的無人機，或者是說它初期的時候用的是一些比較老舊型的導彈哦，對以色列還有對美軍的這些基地發動攻擊。我們從以色列初期的時候，它的這個伊朗的導彈哦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的火力來講，命中率只有3%。初期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只有3%，但打到後期的時候，它現在命中率已經提升到27%，很明顯的提升了9倍哈，所以代表說是它這個飽和攻擊確實達到它的效果。另外我們來看哈，這個以色列的攔截率來講的話，在初期的時候，它大概我們講包括到劍2、劍3這種高空攔截的導彈哈，大衛投石或者是這個鐵穹系統哈，整體來講的話，它初期的時候，它的防禦力可以防禦到80%的防禦力。但是到現在它大概只有4%的防禦力，很明顯的被飽和攻擊來壓垮。第二個，我特別要強調，去中心化指管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哈。去中心化指管，就伊朗預期這場戰爭，他已經知道這個以色列或美國會對他們實施斬首作戰，因為去年包括黎巴嫩真主黨都被斬首了嘛，包括伊朗他們的之前的這個第3號的人物蘇萊曼尼也被斬首成功，所以他們早就有這種計劃。萬一被斬首的話，那沒有指揮鏈，沒有投資，我們怎麼作戰？所以他分各區塊。你們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們要知道這個整個作戰的任務是什麼，然後你在這場作戰裡面，你這個單位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我都很清楚。這個很重要。我舉個例子來講，比如說我是無人機部隊，那這場戰爭裡面，我的角色所扮演的，我主要就是攻擊美軍的雷達站。
我的任務是在這個地方，然後我要借着這個無人機來消耗美軍的這種防衛的武器哈，所以它在這個時候它就會發揮這種功能。那比如說我是一個這種導彈部隊，我是重型的先行的導彈部隊，我就知道說我一定要等到美軍或以色列的这種防衛導彈消耗差不多以後，我才開始發動我的導彈攻擊。所以每一個人必須了解自己在整個作戰裡面他所扮演的角色，他都很清楚，而且有一貫的指導。他一直在做，但是現在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為什麼這次說伊朗這個跟美國說大家停戰2週，雙方還繼續在打，甚至有說伊朗還繼續在發動攻擊？我可能認為說是因為就是去中心化指管的關係。比如說我的命令沒辦法下去，那下面的部隊他還是按照他原來既定計劃，他繼續在打，什麼幾月幾號或打到什麼程度，他發射什麼樣的導彈，他沒有正式接到通知，說這個戰鬥目前停戰，他可能沒有接到。所以這是去中心化這個指管啊。另外來講，低成本我們都知道了哈，這次這個伊朗所發射的，不管是這個所有的這種無人機或導彈，它成本2萬哈，那你美國就要耗損400萬的攔截導彈去攔截。我覺得除了這個成本之外哈，另外還有幾點。第二個就是輿論的不對稱哦，這個美國來講，它國內的輿論，你只要說有一個飛行員萬一被俘的話，那就不得了。對。但是伊朗這個國家，他就認為說全國都寧願去赴死。你看前2天這個川普放話說要轟炸他們的民用的設施、電廠等等，這些老百姓動員1400萬人去那個地方當人質。1400人主要是運動員加演員。對。去保護那個地方，所以這是輿論還有精神戰略的不對稱。那還有一個不對称叫政治上的不對稱哦。這個川普要選舉，我想哈梅內伊的兒子他不要選舉，你知道，穆杰塔巴他不用選舉，所以在這政治上面也是，我覺得也是一種不對稱。另外地緣戰略上面也是一種不对稱。現在伊朗他就掐死你荷姆兹海峽，掌握在你手中，那你美國就為了川普到現在為了這個事情，我想他頭痛得不得了。最近我們看到。這個包括川普，他暴怒在那邊爆粗口、罵髒話幹什麼？可見的川普已經是這個就是這真的是氣急敗壞，這個進退兩難了，才會這種又爆粗口又罵粗話。所以這也是一種地緣戰略上面的一種不對稱。所以這次的戰爭，那不能說是我們光看武器的不對稱哈，其實包括輿論、精神戰力，還有這個政治後面的背景，還有國際的關係，我覺得美國反而是處在一種這個比較劣勢的情形。好，這個將軍幫我們統合了非常多的這個美伊之間在這場戰事上面有非常多的不對稱戰。那特別我們在持續的講到剛剛講的不對稱戰當中，將軍也提到了嘛，軍事上面的不對稱，尤其是命中率哦，現在伊朗是提升了9倍，那美國跟以色列的防禦力則是直接降低了50%的一個高幾率。最震撼的一點，我們持續關心在軍事上，就是 F-35這次被擊中，而且不是什麼高端的導彈，伊朗的高端導彈去擊中的，而是自主研發的一款叫做 Product 358。那代表 F-35的隱形神話也沒了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伊朗它雖然沒有量子雷達，因為對着 F-35這個逆中戰機哦，你要量子雷達，或者是我們所講的2次大戰用的那種米波雷達才能夠發現。但是為什麼米波雷達可以知道有逆中戰機，但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有，但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所以還是要靠量子雷達。伊朗沒有量子雷達，那是沒有辦法。但是伊朗有一個什麼紅外線偵測系統，紅外線感測器，因為伊朗現在呢是作戰禁航區，空中是沒有任何飛機的，做那個打仗狀況嘛，民航機早就停飛了。結果這個是有個熱在跑，那抓到了，你這個熱就是紅外線 IRST， 我就追蹤你，你這個熱在跑，那所以拿紅外線偵測系統彌補了沒有量子雷達的缺失，但是。要去套好招，你擺着你，因為伊朗畢竟數量不多，你擺幾個點你要注意要去算，因為你不可能全國擺這個 IRST， 那你就要幾個重點來部署。那這個以色列進行的這些哈，也包括美國進行的，它全部這13000架次全部從西方過來，從波斯灣從這個其他陸地過來，沒有一架次是從東邊過來的，那我就通通都對着西方看到你嘛，就這樣子慣性就出來了。所以這個轟炸航線的轟炸慣性被伊朗掌握了，你通通從西方，我雷達通通調西方，我不要對東方，對着你就好了，這樣子就被抓到了。另外，我認為有情報交換，情報交換，伊朗有這方面的機制，
跟其他的國家第三國獲得了美國 F-35或以色列的 F-35，以色列也有，以色列叫做 F-35I， 有發現，是這個樣，那我就掌握到了這個它所起飛的，因為這個人造衛星也看得到，是人造衛星不是靠雷達，人造衛星靠紅外線，那是這樣抓到了。另外一個就是說，所有的伊朗有安排，我判斷在美國的駐軍的附近，或者是以色列的機場附近，看了飛機起飛了。因為起飛第一個飛機逆中飛機，但是它起飛我總看得到，機场那麼遼闊，起飛了幾架，起飛了4架，有4個去市場買菜了，就傳出去了。時間一算，從起飛到飛到伊朗，時間可以算出來，速度多大，什麼就等到了。你這個可以啊，這個是一個目標情報嘛，直接看就可以了嘛，然後傳個簡訊就出去了嘛。你說以色列也有內奸呢？不是內奸，我伊朗一個老百姓或者其他觀光客看一下就可以，我一直是看你起飛嘛。另外一个，所有飞机起飛都要轟隆的聲音，那個將近100分貝，你起飛那聲音那麼大，我也看到了，總共幾個，總共4架，也是什麼飛機，一看就知道了，這外面機場沒有高牆嘛，一起飛總要空間嘛，一爬升就我就知道你了。晚上看得更清楚，為什麼？晚上冒着熊熊火焰起來了，那白天看得更清楚，為什麼？這都是那個一覽無遺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天氣幫忙，因為伊朗是沙漠氣候，啊。你這個伊朗有對空監視哨，看到就可以了。逆中間是防雷達，不是防肉眼啊！我以前对空監視哨啊，就看到有飛機進來了。對空監視哨，為什麼？伊朗萬里晴空，沒有雲可以遮蔽，所以你看看整個兩搭配在一起啊，就可以布陣了。我們講又去中心化，又有這些的條件搭配在一起，抓到了，一抓到就攻擊了。這個直接就對他射擊了嘛，都打到了嘛。那沒有打到那個重要的地方，要不然直接擊落了，把它擊傷，然後可以回去啊。那下一次的話，我認為以色列也好，美國都要調整戰術調整。對，最原始的這戰略恐怕是美以之間這個之前沒有預料到的。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岳老師怎麼看？現在戰場的另外一個關鍵，我們剛剛也提到了，還有人嘛。那這些人就是伊朗，就是神權體制，民族存亡這樣子，老師怎麼看？這場戰爭其實嚴格來講，大家都公認是不對稱戰爭嘛。那麼這個不對稱戰爭的話呢，伊朗是打得非常漂亮。因為首先不對稱的話，他面對美國加以色列，這個也可以說是號稱全世界最好戰也軍力最強的2個國家嘛。那跟伊朗打了38天以後的結果是不盡人意，是越打伊朗越打越順的，然後美國越來越麻煩，然後以色列本身除了轟炸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了。然後我必須要強調，因為問我的問題說戰場上武器最關鍵的是人呢，那其實的話人的話呢就最主要的啊，這個我們厲將軍很熟了，《孫子兵法》裡面講說，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嘛，對不對？那麼這個士氣講的就是士氣嘛。對不對啊？那麼這個奪心的話呢，那個伊朗前陣子公布了一個外交部公布了一個報告，講說政權我們這邊沒有更迭，美國倒是軍官換掉了10幾個，海格賽斯開除了一大堆嘛，對不對？那這個將軍可奪心，那個將軍像那個喬治，最後參謀長一出來1個鐘頭，他就講說這群瘋子把我們開慘了。對不對？這個當中這個士氣就受到影響。那伊朗為什麼士氣現在很高呢？就前一陣子的話呢，我們在台北遇到了一個伊朗人，他會說伊朗的年輕人呢，大多數都是支持美國的啦，他們很想過美國的生活。這一點的話，大家可以自己了解。那但是呢，有3個原因使得現在伊朗的士氣高漲，要跟美國拼到底。真的，我不是開玩笑的，就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那個味道出來了。第一個就是伊朗人就是雅利安人的尊嚴了啊！伊朗為什麼叫伊朗？原來不叫波斯呢？波斯文當中的雅利安就是伊朗了啊！這是第一個嘛。第二個的話呢，他們信的宗教那個什葉派是極其忠誠的。我記得賀梅尼那個時候，1979年我19歲，賀梅尼從巴黎回來的時候的第一次投票啊，得票率是98%啊！那大家都支持他。然後兩伊戰爭打的時候都是用人肉戰車啊，人肉啊，以人為主啊，沒有戰車的啦。啊，然後第3個的話，就是美國跟以色列的殘忍了。那第1顆炸彈就把他們的宗教領袖幹掉了，然後第2顆炸彈就把他們一個小女孩的學校幹掉了168人，7歲到10歲的小女孩，這不是血海深仇是什麼？對不對？那大家要了解，那在這種情況下，那伊朗本身來講，它就是要想盡辦法要讓大家覺得美軍是所向無敵的這個形象打破就夠了。對，然後在底下的話呢，有很多國家希望美軍不是所向無敵，他們就會大
大致上會提供一些幫助啊，不管是做什麼樣的幫助，我們雖然情報有限，但是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說伊朗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具有廣告效應的。比如說我們剛剛將軍講到說是 F-35被打下來的過程，我聽了就覺得好笑，不曉得是支持 F-35厲害，還是說 F-35被肉眼就看得到啊，就會覺得說所有的問題都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不是靠士氣靠什麼？是，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